麦子黄了，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，它得到了鼓舞，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。在田垄与田垄之间，在村落与村落之间，在风车与风车、槐树与槐树之间，绵延不断的麦田与6月的阳光交相辉映，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。太阳在天上，但6月的麦田更像太阳，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，阳光普照，大地一片灿烂，壮丽而又辉煌。这是苏北的大地，没有高的山，深的水，它平平整整，一望无际，同时也就一览无余。麦田里没有风，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。热浪有些香，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。该开镰了。是的，麦子黄了，该开镰了。庄稼人望着金色的大地，张开嘴，眯起眼睛，喜在心头。再怎么说，麦子黄了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。经过漫长的，同时又是青黄不接的守候之后，庄稼人闻到了新麦的香味儿，心里头自然会长出麦芒来。别看麦子们长在地里，它们终究要变成馅子、馒头、疙瘩或面条，放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，变成庄稼人的一日三餐，变成庄稼人的婚丧嫁娶。一句话，变成庄稼人的日子。是日子，就不光是喜上心头，还有一定与之相匹配的苦头。说起苦，人们时常会想起一句老话：人生3样苦，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其实这句话不是庄稼人说的，想一想就不像。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城里人，少说也是镇子里的人。他们吃饱了肚子，站在柜台旁边或剃头店的屋檐下面，少不了说一两句牙疼的话。牙疼的话说白了也就是瞎话。和庄稼人的割麦子、插秧比较起来，撑船算什么？打铁算什么？磨豆腐又算得了什么？麦子镶在地里，可终究是在地里，它们不可能像跳蚤那样一蹦多高，碰巧又落到你们家的饭桌上。你得把它们割下来，你得经过你的手，一颗一颗的把浩浩荡荡的麦子割下来。庄稼人一手薅住麦子，一手拿着镰刀，他们的动作从右往左，一把一把又一把。等你把这个动作重复了10几遍，你才能向前挪动一小步。人们常用1步1个脚印来夸奖一个人的踏实。对于割麦子的庄稼人来说，跨出去1步，不知要留下多少个脚印。这其实不要紧，庄稼人有的是耐心，但是光有耐心没有用，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弯下你的腰。这一来就要了命了，用不了1个上午，你的腰就直不起来了。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当你抬起头来，沿着麦田的平面向远方眺望的时候，无边的金色跳荡在你的面前，灼热的阳光燃烧在你的面前，它们在召唤，它们还是无底的深渊。这哪里是劳作，这简直就是受刑，一受就是10多天。但是这个刑你不能不受，你自己心甘情愿，你不情愿，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。庄稼人只能眯着眼睛，张大了嘴巴，用胳膊支撑着膝盖，吃力地直起腰来，
喘上几口气，再弯下腰去。你不能歇，你一天都不能歇，一个早晨的懒觉都不能睡。每天凌晨4点，甚至是3点，你就得咬咬牙，拾掇起散了架的身子骨，回到麦田，把昨天的刑具再捡起来，套回到自己的身上。并不是庄稼人贱，不知道体恤自己，不知道爱惜自己，不是的。庄稼人的日子其实早就被老天爷控制住了，这个老天爷就是天时。圣人孟老夫子都知道这个，他在几千年就坐着一辆破牛车，四处宣讲不务农时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农时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太阳和土地的关系，他们有时候离得远，有时候靠得近。到了近的时候，你就不能耽搁，你耽搁不起，太阳可不等你。麦收的季节，你要是耽搁下来了，你就耽误了插秧，耽搁了插秧，你的日子就只剩下一半了，过不去的。所以庄稼人偷懒了，可不叫偷懒，而叫不识时务。很重的一句话了，说白了就是不会过日子。都说庄稼人勤快，谁勤快？谁他妈的想勤快？谁他妈的愿意勤快？都是叫老天爷逼的。说到底，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，天时就是你的命，天时就是你的运。为了抢得天时，收好了麦子，庄稼人一口气都不能歇，马上就要插秧。插秧就更苦了，你的腰必须弯得更深，你的身子骨必须遭更大的罪，差不多就是上老虎凳了。所以说，一旦田里的麦子黄了，庄稼人望着浩瀚无边的金色，心里头其实复杂得很，喜归喜，到底也还有怕。这种怕深入骨髓，同时又无处躲藏，你只能梗着脖子迎头而上。当然，谁也没有把它挂在嘴唇上，庄稼人说不出人生3样苦，撑船打铁磨豆腐那样漂亮的话来，说了也是白说。老虎凳在那儿，你必须自己走过去，争先恐后的骑上它。不怕的人有没有？有，那就是一些后生，所谓愣头青，所谓初生的牛犊。端方就是其中的一个。端方是利用忙假的假期回到王家庄的，其实还是一个高中生，眼见的就要毕业了。端方在中堡镇念了2年的高中，并没有在书本上花太多的力气，而是把更多的时光耗在了石锁和石担子上。端方话不多，看上去不太活络，却在中堡镇结交了一些镇上的朋友，都是舞拳弄棒的内手。端方跟在他们的后头，其实是冲着那些石锁和石担子去的。虽说身子单薄，没什么肉，但端方天生就有一副开阔的骨头架子，关键是嘴泼，牙口壮，一顿饭能咽下7、8个大馒头。高中2年，端方换了一个人，个子窜上来不说，块头也大了1号，敦敦实实的，是个魁梧稳健的大男将了，随便一站就虎虎生风。端方带着他一身的好肉和一身的好力气回到了王家庄，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床被褥、一只木箱子和2把镰刀。端方是知道的，忙假一完，一眨眼就是毕业考试，考过试，掖好毕业证书，他就是王家庄的社员，一个正式的壮劳力了。端方在镇子上拼了命的练身体，有端方的理由。端方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对，有时候还动到手脚。端方得把力气和体格先预备着，说不定哪一天就用得上。端方的父亲不是亲的，是他的继父。端方是作为油瓶随他的母亲拖到王家庄的。那一年他刚刚14岁，
由于发育的晚，端方又瘦又蔫，基本上还是个秧子。在此之前，他不仅不是王家庄的人，甚至都不是兴化县的人。他被他的母亲寄养在大丰县白居镇东坛村他外婆的家里，那儿其实也不是端方的家，他的家应该在白居镇的西坛村，他生父的尸骨至今还沉睡在西坛村的泥土下面。端方寄养在外婆的家里，嘴上说是被外婆养着，真正养他的还是小舅舅。但是小舅舅成家了，小舅妈过门了，嘴上没说什么，端方到底碍着人家的手脚。母亲沈翠珍赶了一天的路，从王家庄来到了东坛村，领着端方四处磕头，先是给活人磕，磕完了再给死人磕。端方木头木脑的从东坛村一直磕到西坛村，再从东坛村一直磕到兴化县的王家庄。端方一到王家庄就有爹了，姓王，王存良。沈翠珍把端方领到王存良的面前，叫他跪下，叫他喊爹。端方喊不出，跪在地上不开口，不起来。最后还是王存良的大女儿红粉把端方从地上拽起来了。红粉刚刚从地里回来，放下锄头，解开头上的红格子方巾，对端方说：“这是我弟弟吧？起来，起来吧。”端方第一次在王家庄开口喊人，既不是喊爹，也不是喊妈，而是喊了红粉姐姐。母亲沈翠珍听在耳朵里，心里头涌上了无边的失望。继父王存良其实是个不坏的男人，对沈翠珍好，没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坏毛病，就是有一样，嗓子大，出手快。最要命的是他管不住自己的手。王存良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顶他的嘴，你要是顶嘴了，他的巴掌就跟你的回音似的，立即反弹过来了。有一次，王存良的巴掌终于刮到沈翠珍的脸上，端方正在厨房里烧火，他听到了天井里脆亮的耳光，他同时还听到了母亲的失声尖叫。端方走出来，绕着道逼近了他的继父，突然扑上去，一口咬住了王存良的手腕，甲鱼一样，怎么甩都脱不开手。王存良拽着端方在天井里头四处找牛鞭，端方瞅准了机会，松开嘴跑回了厨房。他从锅膛里抽出烧火钳，红彤彤的，几近透明。端方提着通红的烧火钳，对着继父的屁股就要戳。翠珍高叫了一声：“端方！”声嘶力竭。端方立住了脚。翠珍指着天井里的井口，大声说：“儿，你要再上去一步，你妈就下去。”端方拿着烧火钳，就那么喘着气，定定地望着他的继父。王存良直起身子，把流血的伤口送到嘴边，舔了两口，出去了。沈翠珍看见端方对着烧火钳吐了一口唾沫，烧火钳滋了一声，唾沫没了，只在烧火钳上留下一个白色的斑点。翠珍走到端方的跟前，想抽他，鼻子却突然一酸。他看到了儿子的这份心了。端方到底不是他带大的，这么多年不在身边，多少有些生分，当妈妈的总归亏欠了他。这是心里的疙瘩成了病，现在看起来亲骨肉就是亲骨肉，就算打断了骨头，到底连着筋。孩子大了，得了这孩子的忌了。翠珍望着他的大儿子，泪水在眼眶里打飘。突然就是一声嚎啕，翠珍一把夺过端方手里的烧火钳，冲儿子说：“你拉屎把胆子拉掉了哇？啊！”端方终于在王家庄有了自己的家了，可这个家很特别，有相当复杂的错综。
一个姐姐红粉是继父原先的女儿，两个弟弟，大弟弟端正随母亲的改嫁拖过来的小油瓶，小弟弟网子翠珍嫁过来之后和王存良生的。比较下来，端方的处境有点四面不靠，是长江里的一泡尿，有他并不多，没他也不少。不过刚进了家门不久，端方就看出一个不好的苗头来了，那就是母亲有她的忌讳，怕红粉。红粉利落，和她死去的娘一样，说话脆，办事脆，做任何事情都有去无回，当然也就有头无尾。一把下去，3下5除2，扯着疼又拽着刮。红粉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他的性子叫人拿不准，没有一个恒定的分寸。好起来什么都好，甚至有点过分，但坏的突然。一旦坏起来，具有无可比拟的爆发性，具有大面积的杀伤力。只要他的疯劲儿上来了，什么都碍他的手脚，连板凳的4条腿都不能放过。看准了这一条，母亲的忌讳实际上也就成了端方的忌讳。端方尽可能不招惹他。端方其实并不惧怕红粉，但是为了母亲，端方还是让着，咽得下去。好在红粉对待端方还算不错，他的冤家是沈翠珍，又不是端方，犯不着了。在人多的地方，红粉反过来还会念着端方的好，他就是要让别人听听，他红粉并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和沈翠珍处不来，完全是那个当后妈的不是东西。端方来到王家庄，什么都没有学会，却学会了一样，那就是不说话。给端方的嘴巴贴上封条的不是别人，恰恰是端方的母亲。只要家里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沈翠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端方递眼色，少说话，不关你的事。沈翠珍这样做有沈翠珍的理由，端方没爹没娘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安稳下来，不能再让他受委屈，少说话总是好的。端方就不说，但是端方不说话的意思却和母亲的不一样。端方还是为了母亲好，母亲和红粉不对劲，这是明摆着的，哪一个做女儿的能和后妈贴心贴肺呢？端方要是太向着自己的亲妈，红粉的那一头肯定就不好交代，和红粉处不好，到头来受夹板气的只能是自己的母亲。可是端方不说话，并没有讨到什么好，王存良就非常不喜欢端方的这一点。天地良心，王存良这个后爹做得不错了，明里暗里都没有什么偏心，可你这个小东西怎么就那么不知好歹，一天到晚阴沉着一张脸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冲着谁来的呢？王存良恨就恨他这一点。你小东西偏着自己的母亲，咬人，提着烧火钳子冲过来，没事，你小子有种有血性，可你不能3棍子6棍子9棍子都打不出一个屁来，就好像他这个当后爹的不是人，怎么虐待了你这个孩子了？这是哪里说的呢？别的远了不说他，就说前年上高中这件事，王存良真是耗尽了心思，就算是亲爹也不一定做得比他好。依照王存良的意思，端方究竟不是他亲生的，当初不让他读初中，脸面上说不过去，现在初中都念下来了，算是对得住他了。就算是他的死鬼老子站在王存良的跟前，他王存良也抬得起头来。红粉7岁就死了娘，只念到初小，也就是小学的3年级。这么多年着实是不容易，出嫁也就是近2年的事了，能给红粉置多少陪嫁先不说，喜酒总要给他办几桌，这样也算给女儿一个交代，给他死去的亲娘一个体面。端正还在念书，网子也还在念书，端方再念高中，光靠自己和翠珍的4只手，无论如何是供不起了。
但是翠珍在这个问题上死了心眼儿，一定要让端方上。他把敌敌畏放在马桶的盖子上，只要王存良不松口，他的嘴就要对着瓶口仰脖子。他做得出，这个女人哪里都好，屋里屋外都没什么可以挑剔，就是有一样，喜欢把事情往绝路上做，动不动就会把事情弄到死活上去，就好像他生的比刘胡兰还要伟大，死的比刘胡兰更加光荣，真是犯不着。王存良的第一个老婆是病死的，自己差不多赔进去半条命。娶了第二个，居然是一个喜欢寻死觅活的祖宗，你说怎么弄？不能死第二个，不能。可钱呢？王存良只能黑下脸来抽网子的屁股。网子是他的亲儿子，他打的。王存良把他拉过来，使劲的抽，下手特别的重。他就是要用这种古怪的方式做给沈翠珍看。但是王存良忽视了一点，网子是他王存良的种，可同时也是沈翠珍的肉。沈翠珍把网子抢过来，搂在怀里，拿起剪刀就要戳自己的喉咙。要不是王存良眼睛快手快，翠珍已经下去了。存良心一软，答应了，让端方读高中。嘴上说不出，心底里对这个做补房的女人还是畏惧。那就依了她吧。王存良好事做到底，亲自把端方送到了镇上。不过王存良把话留给了端方，他在中保中学的操场上对端方说：你就在这儿天天喝西北风，我看你2年以后能拉出什么来。端方什么也没有说，不声不响地从继父的手上接过网兜，转身走了。王存良望着端方尖削的背影，心里实在有些古怪，很累，很背气，又委屈又冤枉，只能在肚子里骂一声：个狗日的！也不知道到底是骂谁。端方带着被褥、木箱和镰刀回到了王家庄，已经是傍晚。这是一个无比晴朗的黄昏，西天上烧着晚霞，一片绚烂。天很低，晚霞仿佛搁在大地上，嫩嫩的夕阳像一个蛋黄，娇气得很，一惹它就要散。端方回到家，家里没有人。端方放下自己的家当，从被窝里取出2把镰刀，这是他在中保镇新买的。端方扒掉褂子，蹲在天井里，给2把镰刀开刃。他把2把镰刀的刀刃磨得跟红粉姐的口齿一样，一副说一不二的样子。用大拇指试了试他的锋芒，刀刃响了，像动人的吟唱。第二天，端方起了个大早，不知道是几点钟，反正天还没有亮。母亲已经起来了，预先做好了早饭。早饭不是粥，而是干饭，用糯米煮成的干饭，过于奢侈了。端方以为这是母亲专门为他预备的，其实不是。割麦子是一个耗人的苦活，喝粥肯定不行，几泡尿就没了，只有干饭才顶得住。但是到了麦收的光景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没大米了。会过日子的人家总要在过年的时候留下一些糯米，到了这个时候再拿出来，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等麦子一出地，日子自然就接上了，每年都一个样。只不过端方以前还小，起得没这么早，不知道罢了。糯米饭上桌了，父亲、母亲、红粉，端方在饭桌的四边坐下来，对着一盏小油灯，4张嘴不停地吧唧。端方就着咸菜一口气扒下去2大碗，对着小油灯打了2个很响的饱嗝。
端方抹了抹嘴，拴上草鞋，从母亲的手上接过一只小瓦罐，是刚刚烧好的开水。端方一手提着瓦罐，一手操起镰刀，跟在父亲的后头。红粉跟在端方的后头，母亲则跟在红粉的后头。父亲开门，外面黑咕隆咚的，上工去了。生产队的劳力们一起聚集在队长家的后门口，大伙儿闷不吭声，一起往田里走。野外还有一丝寒气，关键是露水太重，到处都湿漉漉的。村子里的鸡开始热闹了，此起彼伏，天也亮了。来到麦田的时候，东边已经吐白，有了几丝丝的红，是那种随时都会喷发的样子。没有人说话，谁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劳作的，反正就这么开始了。端方把手里的镰刀放在手心里转了2圈，第一个跳进麦田，有点争先恐后的意思。镰刀在端方的手里很轻，端方有力气，在中保镇的时候，他能把190斤的石担子举过头顶，一把小小的镰刀算得了什么？大概1顿饭的功夫，太阳晃了2下，跳出来了。鲜嫩的太阳就像铁匠针子上烧得透明的铁块，在铁锤的敲击下，所有的光芒都喷薄而出，大地说亮就亮。端方在麦田里一马当先，已经把他的继父甩出去一大截子了。端方存心了，他要让继父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光会吃不会拉的软担子。端方的动作开始还有点生涩，后来好了，越来越利索，有了机械的可以无穷反复的流畅，想停都停不下来。因为利索，他的豪情迸发出来了，脱掉了褂子，一把灌在了地上，背脊上全是汗。初升的太阳照亮了端方的背脊，他的背脊油光闪亮，中间凹下去一道很深的沟。这是年轻的背脊，肌肉发达的背脊，开阔厚实，线条分明，到了腰腹那儿十分有力地收了进去。王存良的手脚却是悠闲的，并不忙，利用喘气的功夫，轻描淡写地瞟了一眼前面的端方，心里头叹了一口气：你这个冒失鬼，这哪里是干活，简直就是屙屎，硬的都顶在了前头。割麦子哪里能这样，他是个耐力活，得悠着点儿，哪能把一身的力气都压在最前头。庄稼人最要紧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身子骨泡在汗水里，用盐腌过了，腌成咸肉，这才硬整，这才有嚼头。鲜肉有什么用？软塌塌的，只配烧豆腐。你一身的细皮嫩肉，还敢打冲锋，还敢打赤膊，作死！割麦子是能打赤膊的吗？那么多的麦芒戳在身上，不痒死你，不疼死你。王存良原打算提醒端方1-2句，看他骚得厉害，不说他了。不让他吃足了苦头，他永远不知道鲜肉是怎样变成咸肉的。将来结了婚，他就知道了，做任何事情都跟婆娘上床差不多，一上来就用蛮，软得格外快。怎么说远路没清淡的呢？不用说，年轻人的耳朵反正也塞不进别人的舌头，由他去，由着他孟浪。到了明年的这个光景，他就没那么骚了。他吃馒头的时候就知道第一口往哪儿咬了。你胳膊粗，胳膊粗有什么用？胳膊粗去杀猪，胳膊细做会计。午饭是在田埂上吃的，是面疙瘩。正午时分，太阳已经挂在头顶了，格外的有劲道，在端方的皮肤上绽开了麦芒，开始撩拨人了，痒得出奇，刺戳戳的往肉里钻。端方的皮肤像是被人扒了，翻了过来，鼓起了粗大的毛孔，红红的，指甲一抓就疼。
太阳一烤也疼。要是有个地方能够避一避毒辣的太阳就好了。但是庄稼人是无处躲藏的，有本事你变成一条蚯蚓。端方的难受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，就是腰。端方有力气，就是小腰那一把有些不做主了，酸得厉害，胀得厉害，弯着难受，直起来也难受，坐下来还是难受。端方拖过一只麦把，垫在腰弓底下，躺上去，舒坦了。只是一会儿，更难受了。一定是刚才吃得太饱，腰部放松下来了，肚子又撑得吃不消，只能再站起来，坐卧不安了。王存良只吃了一个半饱，把剩下来的那一半放在田埂上，点起了旱烟锅。端方就在他的不远处，在那里折腾。王存良不看。王存良守着瓦罐，叼着旱烟锅，眯起了眼睛，额头上挂着汗珠子，喝一口，抽一口，抽一口，再喝一口，什么也不想，像在享福了。烟真是个好东西，很深的吸下去，再很长的呼出来，还哼唧一声，所有的泪都随着那口叹出去了。对抽烟的人来说，解馋只是在其次，最主要的作用是歇口气。这一点不抽烟的人是体会不出来的，有烟叼在嘴边，吧嗒吧嗒的，慢慢的就歇过来了。要不然总有一件事情没做，心里头空了一块，没有盼头，人就不踏实。存良远远地望着端方，如果是兄弟，他兴许就把旱烟锅递到端方的手上去了。但端方毕竟是他的儿子，王存良不能。说到底，烟还是个坏东西，吸进去再呼出来，钱就变成了烟。端方要是想吸烟，等成了亲，分了家再说。上高中都供他了，吸烟不能再供，没这么一个说法。割麦的时候，沈翠珍和端方隔得比较远。一般来说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端方都和母亲隔得比较远，话也少。端方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的，但是对母亲却不，口气相当的冲，再顺当的话都要横着从嘴里拽出来，还特别的简洁。知道了，别啰嗦了，烦不烦？诸如此类。说话就那么回事，一简洁就成了棍棒，呼呼生风的。哎，男孩子就这么回事，一到了岁数就学会给母亲抖威风了。怎么说女儿好的呢？等他自己做了妈，疼儿女的时候，就知道疼娘了。女儿就成了妈妈的小棉袄。男孩子胳膊粗了，大腿粗了，嗓子粗了，心也必然跟着粗，全一样。细想想，多多少少有些怨。端方要是个女儿就好了。他沈翠珍这辈子没生出女儿，没那个福了。要是端方是个女的，红粉一定不敢这样嚣张。女儿家别的本事没有，可哪一张嘴巴不是机关枪？到了下午，端方的手上起了许多泡，开始是水泡，后来居然成了血泡。端方练了2年的石锁、石担子，满巴掌的硬剪，没想到掌心那一把还是扛不住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端方才发现自己失算了，不该用新买的镰刀。新镰刀的把手总是不如旧的那么养手，糙得很。晌午过后，端方再也不能像上午那样生猛，节奏也慢了。端方想停下来，躺到田埂上好好歇歇。一回头看见了自己的父亲，王存良就在后头，都快撵上来了。看着他慢，其实一点儿也不慢。王存良的脸上没有表情，看不出子丑寅卯。端方心一横，把镰刀握得格外的紧。端方最后的这一把力气一直撑到天黑。
幸亏天黑了，要不然端方实在使不出一丝力气了。而端方的血泡也破了，才1天的功夫，巴掌全烂了。吃晚饭，端方用的是左手，他只能用左手拿筷子，右手疼得厉害，能看见里面的肉。端方一直把他的右手藏在桌子底下，他不想放到桌面上来，不能在王存良的面前丢了这个脸。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母亲的眼睛。这一次沈翠珍倒没有心疼端方，她也割了1天的麦子，腰也快断了，回到家里还是要上锅下厨。谁让你是庄稼人的呢？庄稼人就必须从这些地方挺过来，你一个男将迟早要亲历这一遭。这一夜，端方不是在睡觉，其实是死了。他连澡都没有洗，身子还没来得及躺下来，脑袋还没来得及找到枕头，就已经睡着了，如同一块石头沉到了井底。时间也极短，一会儿屁大的功夫，堂屋里又有动静了。这就是说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端方想翻个身，动不了，挣扎着动了一下，动到哪里疼到哪里，整个人像一个炸了咕的水桶，散了板了。端方想起床，就是起不来。这时候继父在天井里干咳了一声，端方听得出这是催他了。端方对自己说，再睡1分钟，就1分钟，1分钟也是好的。但王存良已经是第2次咳嗽了，必须起床了。重新回到麦田的端方不再是昨天的端方，身上的肉都锈了，像泡在了醋缸里。关键是心里的气泄了。端方出门之前带了一块长长的布条，上工的路上已经在手上缠了几道。手上的疼倒是好些了，但是端方忽略了一个最要紧的细节，昨天晚上偷懒忘了磨刀了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真的是至理名言呐。刀很钝，要了端方的命。大清早的麦子到底不同于平时，平时在太阳底下，麦秸秆被太阳晒得酥酥的嘎嘣脆，一刀子下去就见了分晓。这会儿露水重，麦秸秆特别的涩，有了不可思议的韧性，相当缠人了。昨天清晨，端方正在兴头上，力气足，没有留意，所以不觉得。现在好了，刀子钝了，手掌破了，身子锈了，端方就格外的勉强。但人到了勉强的光景，难免要发驴。端方使足了力气，呼噜一下，猛地一拽，镰刀的刀尖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一拔才发现是从自己的小腿上拔下来的，一股暖流涌向了脚背。端方没有喊，放下刀，连忙去捂。血这个东西哪里捂得住，像泥鳅，哧溜一下就从你的指缝里溜走了。疼在这个时候上来了，一上来就很猛，有些扛不住。端方只能不停地哈气。不远处的王大贵听到了动静，他走过来拉过端方的手，全是湿的，放下来捻了捻指头，很滑，知道了是血。大贵在迷蒙的晨光里大声喊道，存粮，存粮！大贵和存粮把端方背到合作医疗，天已经大亮了。赤脚医生王兴龙刚刚起床，兴龙用双氧水把端方的伤口洗了，双氧水一碰到伤口，立即泛起了蓬勃的泡沫，像螃蟹吐气那样。血还没有止住，不声不响地往外鼓。兴龙睡眼惺忪，拿着镊子，手指头还翘在那儿，看上去有点像巧手女人。兴龙慢腾腾地评价端方的伤势，说蛮大的，蛮深的，要拿针线了。王存良说，碍着骨头没有？兴龙说，没有，伤口蛮大的，蛮深的。
端方很急促地说：“先用酒精消消毒。”兴隆说：“放屁！你以为只是擦破一点皮？这么深的伤口怎么能用酒精？还不疼死你！”端方有些固执，说：“用酒精消消毒，好得快。”兴隆点酒精炉子去了，他要煮针线。利用这样的空隙，端方解下了手上的绷带，取过酒精药棉，把所有的药棉全部倒在手掌上，对准伤口用力一握，酒精被挤出来了，滴在了伤口上。端方弓起腰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拼了命地张大嘴巴。小腿的伤口上着火了，火烧火燎。端方没有看见火苗，但是烈火熊熊。兴隆给端方拿了6针，一打上绷带，端方就回到麦田去了。小腿上的绷带十分的招眼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放射出耀眼鲜艳的白光，有些刺目，中间还留下一大滩的红。端方一回到田埂上就操起了镰刀，他要争分夺秒。王存良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行了。”端方没有理会，继续往麦田里走。王存良把他的嗓门提高了1号，说：“你能，就你能。”端方听出来了，这是劝他了，便不再坚持，退回到田埂，闭上眼睛，躺下身子。端方注意到这会儿太阳有2个，都在他的身上，一个在他的眼皮子上，另一个则在他的小腿上。疼痛就是这个太阳的光芒，光芒四射，光芒万丈。虽说疼，但端方倒头就睡，一觉醒来的时候又开午饭了。一大堆的男将们和女将们都靠在了田埂边休息了。大伙儿闹哄哄的，都在喊腰酸，喊腿疼，一个个龇牙咧嘴，于是开始扯闲蛋，说说笑笑。这是劳动当中最快乐的时刻，当然是短暂的，因为来之不易，所以格外珍贵。男将们和女将们的身子闲了下来，嘴巴却开始忙活了。说着说着就离了谱，其实也没有离谱，那其实是他们必然的一个话题，扯到男女上去了，扯到子上去了，扯到裤裆里去了，扯到床上去了。他们的身子好像不再酸疼了，越说越精神，越说越抖擞。他们是有经验的，只要坚持下去，高潮一定就在不远的未来，在等候他们呢。他们一边吃一边说，他一句你一句，像嘴巴与嘴巴的交配，进进出出的，流畅得很，快活得很。田埂上发出了狂欢的浪笑，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下流。床上的事真是喜人，做起来是一乐，说起来又是一乐，简单而又引人入胜，最能够成为田间或地头的爆料。光里家的是此中的高手，她是4个孩子的妈，一个牙都不缺，满嘴的牙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，好端端的话能被她说得一丝不挂，挺着子又撅着屁股，一顿饭的功夫就能够儿孙满堂。光里家的还是个麻利人，端着饭碗趴得快，嚼得快，伸长了脖子咽得更快。丢下饭碗，光里家的开始拿队长开心。在桂香的嘴里，队长就是3月里的一只公猫，再不就是3月里的一条公狗，声嘶力竭的不说，还上跳下跳，就好像队长办事的时候，他桂香就站在床边，全听见了，全看见了。队长沉着得很，并不慌张，嘴巴自然是不吃素了，反过来拿广里家的开心。队长把广里家的身板子说得嘎吱嘎吱响，把广里家的身子骨说得特别的骚。说完了广里家的，队长总结说：“女人呐，就这样，厉害，30如狼，40如虎，站着吸风，坐着吸土。广里家的，风和土都让你弄走了，你不简单的你。”大伙儿一阵狂笑。
广里家的被别人笑话过了，并不生气，并不着急，慢悠悠地站起来了，走了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绕到了队长的身后，趁队长不备，从身后扳倒了队长。广里家的一定先用眼睛和女将们联络过了，建立了临时的秘密的统一战线，所以就有了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。统一战线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，可以说无往不胜。4、5个女将一起扑上去，拽住队长的手脚，给了队长一个五马分尸。队长嘴硬，嬉皮笑脸的继续讨他们的便宜。你们别这样，别起哄，一个一个的，我和你们一个一个的。队长的话引起了一阵尖叫，他的话把轻松的、快乐的公愤给激发出来了，民愤极大。女将们的泼辣劲儿上来了，风也起来了，浪了。他们笑聚在队长的身边，呼噜一下就把队长的长裤子扒了，呼噜一下又把队长的短裤子扒了。队长现眼了，裆里的东西哪见过这么大的世面？没有，他耷拉着，歪头歪脑，可以说无地自容。广里家的尖声叫道：“快来看蘑菇啊！来看队长的野蘑菇！”队长急了，无奈胳膊腿都被女将们拽在手心，身子都悬空了，动不得又捂不住。队长的蘑菇软塌塌的，嘴上却加倍的硬。广里家的拿起一根麦穗撩拨队长，什么样的蘑菇经得起麦穗的开导？除非你是木头，除非你是铁打的，麦穗上头有麦芒呢。没几下，队长的蘑菇来了人来疯，生气了，也可以说高兴了，硬硬的，越来越粗，越来越长，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，同时又是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，真是缺心眼儿。队长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他不听话，队长硬是做不了他的主。队长这个同志真的很有意思，蘑菇软的时候嘴硬，现在好了，蘑菇硬了，嘴软了，开始求饶。晚了，到了这样的光景，谁还肯听他的？女将们笑岔了，队长被他们丢在了地上，不管了。男将们也笑岔了，一个劲儿的咳嗽，满脸都憋得通红。没有一个男将上去帮队长的忙，这样的忙不好帮。说到底，哪一个男将没有被女将们捉弄过？谁也不帮谁，谁也不敢。谁要是帮了谁，谁就得光屁股卖蘑菇。虽说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，但每一次都新鲜，都笑人，都快乐，都解乏。不过闹归闹，笑归笑，世世代代的庄稼人守着这样一个规矩，这样的玩笑只局限于生过孩子的男女。还有一点就更重要了，女将们动男将们不要紧，再出格都不要紧，但男将不可以动女将的手，绝对不可以。男将动女将的手，那就是吃豆腐，很下作了，不作兴。下作的事情男将们不能做，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。女将们开着天大的玩笑，那些出阁的黄花闺女们就在不远处，隔了7、8丈，并没有回避。其实他们还是回避了，他们不看一眼，眼前的一切和他们没有一丝一缕的关系。虽说他们的耳朵都不知道远处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听而不闻，就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了。依然是一脸的庄重，还有一脸的紧张。他们当然是听见了，听见了不要紧，谁能证明你听见了？主要是不能弄出听见了的样子，尤其是不能弄出听懂了的样子。听懂了就是你不对了。所以一般来说，闺女们再害羞也不会站起来走开，一走开反而说明你听懂了，反而把自己绕进去了。你怎么能懂呢？很不光彩，很不正经了。闺女们心平气和地围在一起，该说什么还是什么，只不过都低着头，谁也不看别人的脸，其实是不敢看。他们的脸都红了，
是那种没头没脑的涨红，我也红，你也红，大家都不看对方，也就避免了尴尬，是集体的心照不宣。为什么闺女们到了出嫁的时候，在一些细节上都能够无师自通，都是在劳作的间歇听来的，早就懂了。等他们过了门，下过崽儿，奶过孩子，他们就有权利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掺和进去了。说到底，这也不是什么大的学问，不就是裤裆里头的那个东西，不就是裤裆里头的那么回事儿吗？端方躺在田埂上，一言不发。他从麦田里拔下了一株野豌豆，把豌豆放到了嘴里，嚼碎了，咽进了肚子，再用豌豆的豆壳做了一只小小的口哨，放在嘴里，慢悠悠地吹起了小调调。虽说端方也是个男将，终究没有成亲，也不好掺和什么。没有结婚的童男子，在这样的时候，如果不晓得持重，将来找媳妇就会出问题。端方侧过头去看了几眼，又把眼睛闭上了。好在这会儿小腿上的疼松动多了，可以忍了。女将们的笑闹都在他的耳朵里，他们无比的快乐，终于讨了一个天大的便宜，快活的发疯。这样的笑闹，端方见多了。庄稼人就这样，一辈子就做2件事：第一，种庄稼；第二，收庄稼。庄稼人要不给自己找一点乐子，谁还会把乐子送到你的家门口，从门缝里硬塞进去？所以要靠自己。端方想，用不了几天，自己也就这样了。除了种庄稼收庄稼，也就是拿自己的裤裆给别人开开心，要不就是拿别人的裤裆给自己开开心，只能这样了。小学5年有什么念头？初中2年有什么念头？高中2年又有什么念头？还不如一开始就趴在这块泥土上。端方躺着，嘴里头吹着小调调，心底里却对背脊底下的泥土突然产生了一丝的恐惧，还有恨。泥土它不是别的，说到底它就是泥土，没心没肺，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头，直到你最后也变成了一块泥土。端方突然听见队长大声说话了。队长气呼呼地说：“上工了，上工了！妈了个巴子的，上工！”说笑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，队长说话的口气带了很大的冤屈，气息一收一收的，想必在系裤带子。慰问演出到此结束。凭空而来的安静对端方似乎是一个意外的打击。端方想，看起来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端方的心里涌上了一阵沮丧，一股没有由头的绝望袭上了心头，酸楚了，嘴里的口哨也停了下来。端方没有睁开眼睛，突然听见父亲的一声干咳。父亲又是一声干咳。端方一个机灵，想起来了，该干活了。端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上工吧，上工。